欢迎收看 Gina TV。今天我们请到一个特别来宾，威哥，耶！好，那我们请到威力哥要来跟我们分享纹绣的机器。纹绣的机器有非常多的种类，是吧，威力哥？对哈。那威力哥可不可以先大概跟我们讲一下，我们现在桌上准备了3种机器，它分别是就是哪些种类？好，我们先从这个最基本的款式，最入门的，对，入门的，对，它是属于半抛机，它的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它的传动轴是没有办法做更换的，所以呢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构好了。因为有非常多的同学都会问我们说，就是为什么要用，就是为什么会有分全抛机或者是半抛机这样子？所以这个是半抛机。那你帮我们解说一下它的一个就是机器的构造原理这样。好，为何它叫半抛机？其实在外观上都看不出来了。对，那半抛机它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从里面来看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拆解。对，我们要拆解一下，组装拆解一下。对，好，那这个是针帽。对，针帽的部分。对，那这个是我们一般所称的握持套的部分。握持套。对，握持套。对。这边还有一个海绵，对，这个海绵，这海绵其实是防止一个所谓的色料跟血液的回流。哦，对，不过这种的方式其实还是会有把那个回流的可能性。一点点危险，一点点而已啦，一点点。对，那这种所谓的半抛机器，他们所用的针都是这个传统针，49.5的传统针，49.5的传统针。对，那这传统针呢，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，它其实是跟针它是外露式的，所以这个可能会不小心会扎到。哦，这个这样。那它这个真的，那我有问题。是，那这个是多久要换一次这个海绵？这每一次都要换，每一次都要换哦。各位同学注意了，如果你是买这种机器，这个海绵要每一次都换哦，不要做太贵哦。你卖搞盆哦，你东西太贵。然后再有一个是束针夹，就是装针的。装针的这个哦，这个就是束针夹。对，这个应该也是每次都要更换的，每次都要更换的。对，那半抛机它的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说，它的里面它的下面这段结构是不能去做更换的，不能更换，它不能更换的。那这下面其实就是一个马达跟一个传动轴的部分。哦，那这就是所谓的半抛机。对，那这个半抛机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它其实装针其实不太容易装，不太容易装，是不是都会有？我觉得装起来都会有点。就是常常会刺破我的针帽。对，最常发生的事情。我想当年我小时候刚学眼线的时候，我也是都用半抛机，它一天到晚就捅破我的这个针帽。那个针都会从这旁边冲出来。那就会很多人问全抛机，就是全抛机到底是什么叫全抛机？什么是全抛机？对啊，就这支。跟各位介绍一下哦，这支全抛机呢是我小时候拿着这支长大的哟，我大概10年前就有这一支哦，耶，非常好用。来，帮我们介绍一下全抛机。好，全抛机我们一样要从结构部分来看。对，那全抛机就表示说它所有的部分，除了马达之外，对，其他部分都可以做更换。那我们来拆解一下。好，拆解。第一个是针帽的部分，针帽是可以替换的。对。然后再也是一个这个所谓的握持套。握持套。有抛弃式的，你知道吗？有，我知道。可是我喜欢用金属的，比较装起来比较手感比较，你觉得比较好摸。那它这一段部分呢，它这个当然就是一个作为那个保护的。对。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结构其实就是像这样子，那就是针的部分还可以拆下来，针的部分还有束针夹的部分它是结合在一起的，拆法就是还可以拆，对，可以拆，针是直接拔下来就可以。这个是针，对。那它跟刚我们介绍半抛机器不同的地方，就是说在它的这个传动轴最后一段的部分，传动轴也是可以做替换的。哦，对。所以我来帮同学先到这边先做一个整理，就是全抛机的意思就是通通都可以抛弃，是这样吗？都可以抛。我小时候就用这支全抛机长大的啊，我觉得，这边少套一个是不是？我觉得蛮好用的啊。做眼线的时候，对啊，我觉得经济又实惠，好用又大方，送礼自用2相宜。不过他们这个应该说，这种针啊，它是结合式的针哦，跟这个我们刚刚所介绍这个传统针，它是属于比较旧式的针了。比较旧式的针，就是它的针都是外露型的。对，就是你有可能就是拆包装的时候就刺到自己。对，这个常常会发生。我想纹绣师应该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对啊，就是不小心它好像扎到一下，那只要扎到那根针就不能用了，因为你有可能拿去扎别人。对，就是因为这种针很容易扎到自己啊。对，所以之后就有进化了。对啊，像我现在就很喜欢用这种，你看这样，都不会伤到自己。对，其实这个针最主要是从欧洲进来的。这个针其实他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欧洲的比较欧洲大品牌。所以这是近年才流行的。对，而且这也是现在目前
欧美国家他们所认证的针种，因为像这种外露式的针，他们现在那边已经他们可能觉得比较危险，对，已经很少用了，至少说。不管怎么样，保护自己跟保护被操作的客户，对，所以他们现在都是使用这一类的针种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安全针，或是大家可能知道它叫一体针。对，一体针的意思就是说它结合了针帽，对，我们刚所介绍到针帽，然后一个握持套，然后里面的一个束针夹，对，它是整个就把它做成一个。这样会不会有同学问说，这没有传动轴在里面，这样没有换掉？传动轴其实不算全套针，会不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？会啊。但是传动轴其实更换的次数是非常少的。对，那就看你的机器的结构，因为这个机器的结构跟那个机器比较不一样，结构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它是垂直式的，所以这个机器它的传动轴它是没有传动轴的，应该是这样讲，所以它是不需要更换。了解，它是不需要更换。我看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就是类似这样子，就是一体针，然后有人叫它是什么全抛针，也有人说它是免麻，就是有人叫它是全抛机，也有人叫它免麻机，有这样有差别吗？其实它不是用这样去做分辨的。那全抛机我们刚刚介绍过，全抛机其实全抛的他所讲的全抛意思应该就是这个嘛，应该就是一根针，它包含了全部，然后一次就可以抛掉，就叫全抛。那机械这个部分它是不会接触到血液跟色料的，对，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它是完全封死的，对，所以色料只有可能回流到这边弹簧的部分，对，弹簧的部分，对，它不会再下去了，对，所以这个针的安全性是比这个相对性来讲是安全性是比较高的，安全性比较高的。那免麻的部分呢，是因为这个机器因为它有做一个弹簧的设计，对，那我觉得免麻是应该在于手法技巧吧，而不是说完全是靠机器的部分。对啊，如果说是靠机器的话，那这个机器大家就不会痛。不可能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那是技术的比例成分比较高的。对，了解。各位同学对这3大类的机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吗？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可以在下方帮我们留言，那我们也会尽快回复你哦。GR TV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订阅，并且要打开小铃铛，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。我是君娜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